感謝86796加入哈基情祈願團 FM2779896的贊助，以及哈基情粉絲團的成員，非常感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給大家講一下戰淵堡壘噩夢難度以及煉獄難度的打法。那我們廢話不多說，馬上開始吧。首先就是怪物的基礎屬性，我在宇之國那篇就有提到，宇之國怪物基礎暴擊率、格擋率以及精準平均都在35%到45%之間。戰淵堡壘也一樣。不同的是，煉獄難度怪物的特殊詞條數值比噩夢難度高10%左右。原本在噩夢暴擊率44%的怪物，到了煉獄就變成了48%。不過這都無傷大雅，主要是煉獄怪物的基礎數值是噩夢的2倍到2.5倍左右，所以無論什麼難度，技能搭配和陣容搭配都是共通的，需要提升的只有玩家自己的基礎素質而已。大家知道一下就好。噩夢難度的第一個 C 級 BOSS 是上一個副本永恆花庭的最終 BOSS。我在上一期宇之國副本攻略中也有詳細講解過怎麼打，有興趣的可以去看一下。不過在這裡作為一個小 BOSS， 大家不必擔心打不過，即使他技能再厲害，大家都能站立碾過去。B 級通常會上點難度，尤其是對那些剛剛從困難進入噩夢的玩家來說，大部分都死在這裡。考慮到有很多玩家平時沒那麼多時間反覆刷本，也找不到大佬帶圖，匆匆拿 A 級寶箱就下線的情況，所以我就先聊聊如何進 A 好了。B 級關卡有3隻怪物，1隻戰士和2隻法師。這2種怪物都沒有很讓人討厭的惡心技能機制，唯一一個負面效果戰績也只是減少5%的防禦而已。這就意味着大家組隊的時候，一個好的技能搭配就代表已經贏了一大半，不太依賴職業陣容。這2隻怪物中只有法師的一個是範圍比較廣的群傷技能，所以正常情況下，一個攜帶了水月之絲的騎士和站位比較遠的術士，能夠在通 A 上面做得比鬥士更加優秀。他們的特殊屬性都不高，無論是暴擊率、格擋率還是精準，都屬於宇之國正常怪物的數值範圍之內。所以，哪怕是只有40到50%精準的術士，相比只有20到30%精準的平民鬥士，也可以打得很舒服，不太容易發生技能打上去被格擋傷害減半的情況。盡可能多帶點群傷技能，畢竟3隻怪物了。如果是鬥士玩家，也不用擔心，鬥士可以通過攜帶後撤戰技，比如劍鋒亂舞或者寒風之歌，讓自己在回合結束的時候能處於一個安全的位置，起碼可以躲避3隻怪物70%的攻擊。那麼到這裡，穩拿 A 級寶箱的技巧就到這裡結束了。接下來就是拿 S 級寶箱的技巧以及破碎之王的弱點分析了。如果大家喜歡風琴優的影片，覺得分析的專業詳細，可以為我的影片狠狠地點上一個大拇指，為我提供動力。一定要像你小時候媽媽揍你屁股一樣，狠狠地為我點上一個大大的讚。或者可以去我的頻道主頁看看，覺得我的影片一直很優秀，可以為我附上一個訂閱。如果想要加入風琴優的 DC， 也可以在簡介和評論區找到鏈接。好的，我們繼續。破碎之王最難的點就是它2個極具特色的技能：終極破碎以及碎片衝擊。終極破碎幾乎全屏的高倍率傷害以及40%的傷害降低，可不是鬧着玩的，可以說是設計的毫無人性。拽犯法嗎？你告訴我，有哪條法律規定人不能夠拽的？不過好消息是，終極破碎的負面效果是可以被清除的。讓騎士攜帶一個戰陣鼓舞，就能讓全員被賦予減傷效果的時候，有1半的幾率清除效果。沒錯，是1半，因為破碎之王的地裂追擊的負面效果持續時間為2個回合，所以他在釋放終極破碎的時候，地裂追擊的負面效果也必定是存在的。但是騎士在攜帶竹林仙君之後，戰陣鼓舞的釋放回合就從原本的双數變成了单數。說人話就是，攜帶竹林仙君的騎士可以在破碎之王釋放終極破碎的那個回合，
有50%的幾率當場清除負面效果，而不需要等到終極破碎的下個回合之後才釋放。再加上騎士本身速度就是全職業中最慢的，與其讓隊友難受2個回合的輸出，不如帶個熊貓，讓隊友只難受1個回合。當然，如果賢者能夠攜帶一個水妖，就可以進一步提升隊友打輸出時的效率。無論是噩夢還是煉獄難度的破碎之王，它的特殊屬性，也就是暴擊率、格擋以及精準，都在一個能讓玩家接受的範圍之內。相較於 C 級難度中多洛英雄的90%暴擊率以及100%的暴擊傷害，破碎之王平均45%的特殊屬性就顯得友好許多。碎片衝擊的傷害來自於玩家戰績的連擊數量，注意，是戰績的連擊數量，不是任意傷害。也就是說，無論是灼傷還是秘法所造成的傷害，都不會讓破碎之王獲得碎片。這也就意味着，玩家可以通過更改自己的戰績去控制自己所造成的連擊數。就拿鬥士舉例，同樣是為隊友增傷，每回合攻擊3次的降格擋率的優先級，就明顯低於每2個回合造成1次高額傷害的破甲戰績。不知道大家能否理解我的意思？如果全隊2個輸出位置能夠控制自己的連擊數量，那麼對於輸出職業來說，每4個回合，也就是破碎之王1次進攻輪迴當中，大約可以減少自身受到20%的總傷害。如果你使用了我在影片開始提到的後撤搭配法，那麼還能再進一步減少40%受到的傷害。因為破碎之王另外2個戰績攻擊距離都比較短，所以後撤能夠有效回大部分傷害來源。如果陣容中有2個鬥士，其中1個鬥士甚至可以攜帶塑形風舞去更進一步分散隊友的站位的同時，還能享受到騎士的戰陣鼓舞。總體來說，在做到以上要求以後，就能夠大幅度增加拿到 S 級評價的成功率，讓自己不用苦苦的一遍又一遍進行匹配，或者等大佬帶車。我知道很多玩家可能會選擇等大佬，但是實際上隨機匹配的玩家更多。哪怕是像我這種刻度的玩家，在下一個副本到來之前，也無法單通煉獄。剛開始戒獄能打煉獄的玩家並不多，還不一定都能夠在同一個時間點上線。實際上，我幾乎所有的煉獄本全都是匹配的。或許，並不是所有玩家都只是用自己固定的一套搭配，不會去考慮怎麼打副本更容易拿到自己想要的評價。但是，哪怕是我自己做出了應對策略，也能夠大幅度為隊友提供一定的幫助，減少自己一遍遍的匹配時間。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，可以為我點上一個大大的讚，謝謝。